一句话介绍新功能：镜头模糊，手机厂商玩剩下的，效果还没有手机做得好，没有意义。SDR 编辑和导出功能太超前，虽然现在手机基本都支持 SDR 显示了，但网站和 APP 基本都不支持，导出了也没有地儿分享。点颜色，这次唯一值得称赞的新功能，亮点是可以配合蒙版使用，实用性很强，但名字起得太烂。我知道你们看到进度条一定惊讶于半小时的时长，我刚剪完的时候呢也很震惊，我已经尽力删掉语气、停顿、压缩内容，没想到还是弄得这么长。其中包含操作介绍呢和详细解析，操作的部分呢有一定能力的同学可以跳过，建议直接看详解的部分。好，我们开始。那么这节开始呢，先要说明一下，如果你的显示设备或者系统不支持 SDR， 那你基本就不能使用这项叫 SDR 编辑的新功能了。你虽然依然可以开启 SDR 编辑功能，但你在修图的时候 ，SDR 部分的修改效果你是没法实时预览到的，相当于盲修。具体的差别呢，我会在后边讲到。在讲解之前呢，我们先要理解这个新的 SDR 编辑功能跟以前的照片合并到 SDR， 也就是这个，我们选多张照片。这个照片合并到 HDR， 跟这项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SDR 的全称呢是 High Dynamic Range， 也就是高动态范围，相对应的就有 SDR。其实RAW文件本身的动态范围就已经不低了，亮部、暗部都包含很多细节信息。但为了追求更高的动态范围呢，摄影师就会做包围曝光的拍摄3张或者多张不同曝光的照片，然后合并成一个比单张 RAW 动态范围更高的照片。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照片合并到 SDR 的功能。假设RAW文件的动态范围是100分的话，照片合并得到的 DNG 动态范围可以设定为比如说150分。但我们以前的照片的编辑和导出都是在 SDR 下进行的，无论是我们编辑能看到的，还是最终导出的，可能就只有50分的内容啊。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分数呢，只是给大家呈现一个概念，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比例。所以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见解，对 GPG 文件的后期呢，可以说是一种修改，但对 RAW 文件的后期，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选择。我们在 RAW 文件的宽容度范围之内，不同的区域选择不同的曝光或者颜色，最终导出输出成 GPG 或者其他的文件格式。这个就像比如说你烧了100个瓷器，然后受某些原因限制，你只能选择其中50个作为你的作品呈现。也许这50个就是你最满意的，但也许还有额外的10个或者更多个瓷器是因为受限而无法呈现的。那么最新的这个 SDR 编辑和导出功能，就让你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让你从100个瓷器里选择70个来呈现。这就是新的 SDR 编辑和导出的新功能的意义。我们现在这个照片呢，就是默认的跟以前一样的 SDR 的模式。点击右上角的这个 SDR 按钮，就进入了 SDR 编辑模式。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亮部和整个照片的这个状态的变化。我们再来试一下，这是关闭的，大家注意这些亮部的细节。这个是打开之后的，可以看到在亮部多了很多细节。如果你的显示设备不支持 SDR， 或者你没有在系统上开启 SDR 的话，那么在直方图上 SDR 的这个区域就是红色的。那么对应的红色区域的这部分信息，在照片上呈现的就是全白的，也就是过曝的、高光溢出的。在 Windows 系统上呢，开启 SDR 的方法是在系统设置里选择系统，然后在选屏幕第一个选项屏幕里，我们向下拉，有一个使用 SDR 的这个选项，把它开启。这个时候屏幕可能会黑一下。如果你使用的是台式机的话，那么可能需要把你的显示器也切换到 SDR 模式。好，回到 SDR 模式。开启 SDR 之后呢，直方图延展了大约1倍，扩充的是右侧的亮部，左侧的就是原有的 SDR 的区域。这个范围呢是从0到255，而右侧的 SDR 区域呢是256到500。同样变化呢是下面的色调曲线。我们来先关闭 SDR 选项，之后我们来看原有的这个色调曲线呢是0到25的这么一个范围。开启 SDR 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色调曲线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0到500的这么一个正方形，面积扩充为原来的4倍，也同样划分了 SDR 的区域和 HDR 的区域。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直方图，可以看到直方图呢在 SDR 区域呢分成了4格，我这里大概呢有2格的下边呢有白色的这个白条，说明我的显示器呢只支持到这2格的亮度范围，超过这2格的亮度细节呢，在我的显示器上也是显示不出来的。我之前看过其他的 UP 主有使用 MacBook Pro 的，可以显示到3格的范围。MacBook Pro 的峰值亮度应该是1600尼特，而我的显示器的峰值亮度是1000尼特，所以我猜需要峰值达到2000尼特以上的显示器才能完整的显示4格的 HDR 亮度范围。
当我们把鼠标挪到照片上，在直方图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 RGB 的数值显示，它默认显示的是百分比。鼠标在照片上滑动，如果是在 SDR 范围内的像素，显示的是 RGB 分别处于0到255这个范围内的多少。比如说这个点的 R 值是 72.7， 就说明它处于0到255的 72.7% 的这个亮度位置。如果是 SDR 的区域，这个比较亮的，我们可以看到数值变成红色了，它显示的就是倍数，是0到255的多少倍。比如说这个点的 R 值是 3.8， 那就是 3.8 倍，也就是 380%。在这方图上呢，点击鼠标的右键，我们勾掉这个显示百分比值。这个时候呢 ，RGB 显示的就不是百分比了，而是0到255的值。比如说这里 R 是112，但是如果挪到 SDR 区域的话，它显示的依然是倍数。比如这里 R 是 4.0， 那就是4倍。然后在编辑区域，我们往下看，这部分的选项呢都没有变化。这个 SDR 限制就是新增的了。菜单中呢有5个选项：1倍、2倍、3倍、4倍和完全。这个就对应了直方图上 SDR 区域的4个格子。举例说明哈，如果选择1倍曝光量的话，亮部的上限就会限制在1个格子的区域内，超出的部分呢，就直接按高光溢出来处理，就裁切掉了，这会影响到最终导出的文件。当你把文件分享出去之后，无论对方的显示设备的能力有多高，比如说它能完整的显示4个格子的亮度范围，但它看到这个文件时，显示的高光也只到1个格子的范围，再往上也同样是溢出的，全白的，就是没有细节的。选择完全的话，就是完整的保留所有4个格子的 SDR 范围内的信息，这样导出的文件分享出去之后，只要对方的显示设备足够强，它就能看到完整的4个格子内的所有细节。所以除非你明确的知道导出文件的目标显示设备的能力范围，否则呢建议就都选完全就对了。哪怕你修图的显示器只支持2格的 SDR， 就像我这一个，修图的时候呢，虽然看不到更高的 SDR 信息，但看到你导出文件的人也许有更好的设备，他就能看到更多的信息。但不建议用 SDR 的显示器去盲调SDR 啊，毕竟差的有点多。比如说以这个照片为例，这个时候呢就用到下面这个功能了，叫可视 SDR。我们勾选它之后呢，可以看到画面中不同区域呢被不同的高光覆盖到了，所有被高亮的这些范围呢就是 SDR 的范围，不同的高亮颜色呢表示不同的格子。我们有4个格子嘛，当我们把鼠标移到这个 SDR 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到画面的大部分区域被绿色覆盖了，那么这个绿色的区域就是 SDR 的区域。鼠标移动到第1个格子，可以看到浅蓝色的就是在这个区域内的高光信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2个格子、第3个格子和第4个格子，可以看到第1个和第2个格子的信息量还是挺多的，而第3个和第4个格子相对来说信息量就比较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用 SDR 的显示器去直接盲调 SDR， 因为4个格子加在一起可能涵盖的信息还是挺多的。而如果你有一个有一定能力的 SDR 显示器的话，哪怕你的显示器只到第1个格子的能力，还是可以在修图的时候看到不少信息的。在修图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把直方图占满，不管是在 SDR 还是 HDR 模式下，因为我们修图的目的呢是让合适的区域使用合适的亮度。好，勾掉可视 SDR 选项，我们按键盘上的接键就进入了修剪高亮模式。以前在 SDR 模式下呢，会显示暗部溢出、正常显示区域和亮部溢出区域，溢出的部分呢就会被修剪掉。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模式下呢，加入了一个 HDR 区域，而且现在的亮部溢出是依照你当前显示器的能力来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蓝色的部分呢，就是暗部溢出；没有高光的部分呢，就是正常的 SDR 区域；橙色高亮的部分呢，就是你的显示器能够显示的 SDR 的区域；红色高亮的部分就是你的显示器显示不出来的 SDR 的区域或者更亮的区域。再按一下键盘上的 J 键就可以关掉高亮显示。我们再往下看，进入到 SDR 呈现设置。这个新增的部分呢，我们要先放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下新增的 SDR 导出。我们选一张照片，然后选择导出。在文件设置这里，我们新增了一个 SDR 输出的这么一个选项。支持 SDR 文件输出的格式如下，其中 TIFF 和 PSD 的体积稍大，更多的呢是作为交付给其他软件做进一步编辑的中间文件。PNG 的体积也不小，JPEG XL 呢作为支持 SDR 的 JPG 格式的扩充。很尴尬的是，现在没有什么软件支持。Chrome 浏览器呢一度宣布不支持 JPEG XL 了，但最近说又要再支持，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AWave还算好，至少 Chrome 浏览器支持，并且能正常显示 SDR 效果。但无论是 JPEG XL 还是 AWave， 在 Windows 和 Mac 的系统层面都还不支持显示。选择 JPEG XL 或者 AWave 的话，可选的色彩空间呢有3个 ：sRGB P3， 这个 P3 就是 Display P3， 和新增的 REG 2020。我不记得这个是不是这次新加的了。不勾选这个 SDR 输出的话，实际上也是可以选这个 REG 2020这个色域空间的。
最后我们说到 JPEG， 也就是大家常见的扩展名为 JPG 的文件。勾选了 HDR 输出之后的 JPG， surround空间呢和前两个文件相比呢少了 Rec 2020，但开启这个 HDR 输出之后的 JPEG 和普通 JPEG 相比，不只是可选的色彩空间不同，它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切换回刚才讲到的 SDR 呈现设置。在 SDR 呈现设置下，我们勾选 SDR 显示器预览，可以看到画面变得暗了一些，产生了一些变化。HDR 的照片呢放到 SDR 的显示器上，不是完全看不了，也不是直接的将 HDR 的高亮部分完全修剪掉，按过曝全白显示，而是经过压缩算法得到一个结果。现在勾选了 SDR 显示器预览之后，呈现的就是经这个算法运算之后默认的一个结果。多数情况下呢，这个结果并不理想，画面会显得比较暗淡呢，或者会比较灰啊等等。所以通过修改这些选项，你可以自己修改出一个更理想的 HDR 照片呈现在 SDR 显示器上的效果。我们来修改一下，比如说我们把亮度稍微提高一些，对比度稍微拉一点，清晰度、亮部往回拉一些，阴影、白色色阶。其中这个高亮显示饱和度，它只影响高亮部分的饱和度。我们拖拽可以看到，只有在高亮部分饱和度有比较大的变化。这些手动修改的 SDR 呈现效果，最终就会包含在勾选了 HDR 输出的 JPEG 文件里。这样导出的 JPG 文件在 HDR 的显示设备上就可以呈现 HDR 的效果，而在 SDR 显示器上就会按照我们刚才手动调节的这个参数来呈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HDR 照片在 SDR 设备上显示效果的可控性。这个 SDR 呈现设置的具体参数调整好之后啊，就可以勾掉这个 SDR 显示器预览这个选项了。这样呢，我们最终在编辑界面才能看到真正的 HDR 的这个调整效果。但你刚才调整的这些参数依然会包含在导出的 HDR 输出的这个 JPG 文件里。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新功能，仅仅就这套解决方案啊，是 Adobe 对 JPG 文件的一个修改和补充。但 Adobe 的新功能介绍里呢，并没有解释，也没有说明。刚开始试用的时候呢，我还奇怪这个 JPG 就8比多的这么一个深度，它怎么装进的 HDR， 还带一个可设置的 SDR 呈现效果。我搜了一圈之后呢，我才找到这个新方法呢 ，Adobe 叫它叫 GetMap， 好像还没有中文名字，只能直译为正义图吧。它不是弄了2套文件，一套 HDR， 一套 SDR， 然后把2个文件合成一个文件，能显示哪一个就显示哪一个，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的 HDR 效果也是自适应的，它会根据你显示器显示能力的不同，通过算法和差值，尽量的还原出设备不支持的亮部细节，不是简单的修剪掉溢出的部分，也就是完全丢掉一部分信息，也不是简单的压缩重映色。那样的话呢，照片整体的对比度、饱和度都会产生偏移和变化。在目前的 Lightroom 13里呢 ，GetMap 这个功能呢，只针对开启了 HDR 输出的 JPG 文件，而对开启了 HDR 输出的 JPEG-XL 或者是 AWAV 文件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这个 GetMap 这个东西是没法集成到 AWAV 或者是 JPEG-XML 里的。但是我下载了官方的样章，里边是有包含 GetMap 的 AWAV 和 JPEG-XML 文件的，估计以后会支持导出带 GetMap 的这两种文件格式吧。官方还提供了一个单独的程序 GetMap Demo App， 用来查看带 GetMap 的图片文件。我把下载地址呢放在评论区里，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去下载。这个程序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演示 GetMap 是怎么运作的。这个 Adaptive 呢，就是自适应，也就是最终我们在 HDR JPG 里得到的那个自适应的效果。在这个模式下呢，这个 HDR HandRoom 呢，默认是 Automatic， 也就是自动的，它会自动根据你显示设备的能力来呈现一个最佳的 HDR 的效果。比如我当前的显示器的能力是2格，那么它运算后呈现的就是一个2格能呈现的最好的 HDR 效果。我们把这个 HandRoom 啊，把它改成手动，默认值是5。这个时候呢，在我的显示器上显示这部分也是过曝的了。那么我们手动把它拉到2。在我的显示器上，这时候呈现的是一个比较理想状态了。在我们拖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直方图也跟随着变化，它会随着这个压缩，直方图会相应的做一些运算。我们切换回 Automatic， 可以看到，基本跟2的时候显示效果是一样的，也就是它这套解决方案自动的识别出我的显示器的能力就在2，它就按2来优化，和我手动滑动到2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是在 SDR 显示器上，那么这套解决方案呢，就会按照我们在 SDR 呈现设置下面调整的这个参数来呈现照片，和手动把这个 HandRoom 拖到0效果是一样的。我们以这个照片为例呢，来试一下。导出一个，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右键选择，我们
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就是拖到0，它呈现的应该是一个我们刚才手动设定的这个 SDR 呈现设置的一个参数效果，和这个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如果选 Automatic， 它就会自动的压缩出一个更理想的、最佳的 HDR 呈现效果，它和拖到2应该是一样的。下面的这几个选项呢 ，Basic 应该就是指纯的 SDR 的显示效果，就和手动拖到0是一样的。然后 Basic 加 Full Gamma， 它就应该是一个完整的 HDR， 但不会根据设备做自动的调节。你看我拖动这个 HandROM 直方图是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的。在我的显示器上看到的结果呢，就是高光的部分直接就是溢出了，亮成一片了。再往下的这个 Gamma 呢，就是 Gamma 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可以看到大部分暗部是灰掉的，而高光部分呢包含的信息会更多一些。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下面有行小字儿，This is a SDR photo with a Gamma。开启 SDR 输出后导出的 JPEG 文件就是这么显示的。我猜这个意思可能就是 JPEG 本身就是一个只支持 SDR 的格式，而加上 Gamma 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呈现 HDR 效果的 JPG 文件。我们打开官方提供的 AWave 或者是JPEG 插面文件，注意这里，这是10比特的 AWave 文件。它显示的就是 This is a HDR photo with a Gamma， 也就是 AWave 或者是 JPEG 插面的 HDR 还是真 HDR， 但是呢，它的效果呢和带 Gamma 的 JPG 文件其实是差不多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JPG 文件，同样的，这是 AWave 文件。在自适应模式下，至少在我的显示器上呈现出来的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看不出任何差别。需要注意的是，现在 Lightroom 只有在修改照片模式下开启了 HDR 编辑预览区域才能显示 HDR 效果，而在图库或者是导航栏或者是我们小的这种图标，它都还不支持 HDR 效果的显示，依然会以 SDR 的效果来呈现。哪怕是在修改照片模式下的左上角的这个导航器，它也只能呈现 SDR 的效果。希望以后会支持吧。我们讲了这么多，目前呢能支持这种 SDR JPG 的程序还很少。我现在只知道 Chrome 浏览器支持，我们可以直接把这种 SDR JPG 拖到浏览器窗口中，它会依照自适应的方式来显示，也就是在 HDR 的屏幕上显示 HDR 效果，在 SDR 的屏幕上按照我们设置的 SDR 呈现设置来显示。哪怕是 Adobe 自家的 Breeze， 它也只能按 SDR 来呈现。Photoshop 也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虽然 Chrome 浏览器支持，但是没听说哪家主流的照片分享网站支持。估计这样照片传上去之后呢，只会保留 SDR 的部分 ，Gamma 的部分呢可能就被删除掉了，就像色域的 Profile 文件一样。目前网站不支持，手机上的社交媒体 APP 应该就更不会支持了，像微信、小红书、Instagram 什么的。但这些基本就是主要的图片分享平台了，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超前的功能。什么时候这些手机 APP 支持 HDR 照片了，那么这个新加的 HDR 编辑和导出的功能才能发挥它真正的意义。Lightroom 呢，把这个新功能呢叫做镜头模糊，是沟通属的。我更倾向于呢叫它叫虚拟景深，这就是手机厂商玩剩下的。而且手机呢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在拍照的同时呢调用多个镜头，获得更真实的景深信息。iPhone 甚至还有一个激光雷达，而 Lightroom 呢就只能基于照片硬算，猜照片上的景深是什么样子的，准确度肯定就要差一些了。这里还写的抢先体验，可见 Lightroom 自己也没什么信心。勾选应用呢就开启了，它会开始分析。不同照片的速度不同，总的来说速度还是挺慢的。我的显卡呢是2070，按理说应该还算可以，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产生了变化。点击这个眼睛，这个是照片原图的样子，这个是应用了镜头模糊之后的样子，背景呢会变得更虚化、更模糊了一些。那么跳过前面几个选项，我们先来看这个焦距范围。这个空间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Lightroom 的很多新功能呢，都用到了这个空间。它的通用功能呢，就是设置一个有羽化范围的区域。那上面这些不同颜色的柱状图又代表什么呢？我们勾选上这个可视化深度，可以看到画面呢被不同的颜色高亮了。其中橙黄色呢代表的就是前景，深紫色呢代表的是背景。这个和柱状图的颜色就对应上了。柱状图的矩形范围内呢就是实焦的区域，矩形框外呢就是虚焦的区域，两个区域间呢是有羽化过渡的。拖出来这个矩形框呢，画面就会产生一些白色的高亮区域，这个白色的高亮区域就是实焦的区域。通过拖拽矩形框就可以改变实焦区域的范围。拖拽矩形框的边缘呢，可以设置这个实焦区域的宽窄。拖载之后呢，相当于实现了一个前景深的效果。我们先关掉这个可视化深度。右上角的两个图标呢，第一个是叫主体聚焦，点击之后呢，
算法就会自动识别照片中的主体，把主体放在实焦的区域。第二个呢是点区域聚焦，点击之后呢，鼠标会变成一个点，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点击照片上的某一个点，或者框选一个区域。那被框选的区域呢，就会被设置为实焦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背景就被设置为实焦区域了，前景就模糊了。但因为原本的照片呢，这个背景就是模糊的，所以这个功能呢是能让实的变虚，让虚的更虚，但没法让虚的变实。目前来说呢，这是当然的，总不能无中生有吧。我为什么选择了一个本身景深比较浅，也就是背景是模糊的这样的照片呢？因为在这样的照片上，这个功能的效果才会表现的比较好。我们换一张景深比较深的照片，这是一张手机拍摄的照片，可见范围内呢基本都是实焦的。我们来开启镜头模糊。OK， 乍一看这个效果好像还可以，但是放大我们看这个边缘处理的不是很好了。像这里这个头，包括这里的手和背包，我们开启这个可视化深度，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出整个边缘处理的都会比较粗糙，特别是这里产生错误，这个手和背包的景深位置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到下面这个聚焦和模糊。我们点聚焦之后，鼠标会变成一个笔刷，下边的设置参数呢和蒙版里笔刷是一样的。用这个笔刷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认为应该实焦的区域把它刷出来。那么点击后边的模糊呢，同样是个笔刷，那么它用来刷的就是应该模糊的区域。点击后边的加号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不同参数的笔刷，关掉可视化模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和背包的景深是对了，但是整体的粗糙感还是很明显的。点击后边的复位呢，它就会删除掉所有你手动刷出来的实焦或者模糊的区域，恢复为 Lightroom 自动计算的景深状态。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上面这些参数。第一个模糊量呢应该比较好理解，它控制的就是模糊程度。下面的焦外成像主要影响的是模糊区域的高光高反差区域，这种区域在真实的镜头虚化下呢会形成光斑。默认的第一个选项呢模拟的就是现代的成熟的光学镜头会形成的光斑，后面的几个呢是老光学镜头或者廉价的镜头可能会形成的光斑。其实呢这些效果呢在镜头评测中都是作为缺点来评价的。第二个选项呢叫气泡，它会把光斑呢变成一个边缘清晰，中间呢有点半透的感觉的这么样一个效果。第三个呢叫五片式，它把光斑呢变成一个五边形的样子，这个呢一般是老镜头的光圈叶片不够多，光圈不够圆导致的。第四个呢叫环状，它会形成一种甜甜圈一样的光斑，这个样子，一般呢会出现在折返镜头上。最后一个是猫眼，它的光斑会形成这种猫眼的形状，一般是大光圈镜头用最大光圈的时候，因为口径石在照片的边缘产生这样的光斑。下面的这个放大呢是用来控制模糊区域高光的亮度，可以看到这光斑变得更亮了。所以这个叫放大的翻译真是让人不知所云。这个功能呢整体来说我感觉实用性不高，最多也就是让已有的虚化区域呢进一步虚化，这还要看计算得到的深度边缘呢是否精准，这主要就看运气了。而且这个功能呢现在只能作用于全局，没法和蒙版配合使用，否则呢也许可以当马赛克功能来使用，模糊掉照片上一些不想显示的内容。以上就是新增的镜头模糊功能。这个点颜色呀，是我觉得这次新增的最有用的功能，但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差点意思，也不是说翻译差，它英文的原名呢就叫做 Point Color， 这原名本身就让人不知所云，而且在空间里它这个英文说明居然还没有翻译，而且在这里它管这个叫这个取色管，它管它叫 Point Color Dropper， 但是在取色器的这个 Tips 里，现在是中文啊，它用的 Tips 是 Sample Spot Color， 所以这边被翻译成样本专色。这个点颜色呢和以前的 SSL 并列在混色器下，但是因为 SSL 呢是这个底下的其中一种排列方式，所以说这你就看现在有多乱啊！混色器下面又分为混色器和点颜色，然后在这个混色器下还分了 SSL 和颜色。就看到这里，如果大家不看屏幕的话，我就是听我说，你能分清我说的混色器和颜色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吗？就这里边的混乱程度真是，哎。言归正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颜色怎么操作的。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些选项收起来。
默认呢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点选这个取色器，在画面中呢点选我们需要修改的颜色，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拖拽这个滑块来修改色相、饱和度和明度了。然后上面这个色块呢，左侧呢就是原始的色调，右侧呢就是我修改后新的色调。上面的这个小方块呢叫色板，它也被划分为了原始色调和修改后的色调。我们再次点选取色器，可以在画面中取一个新的颜色，它就会新建一个色板，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新的颜色继续的进行调整。一张照片呢最多支持8个样本色，也就是可以建立8个色板。过亮呢或者过暗的区域呢是无法取色的，比如说这个狗，这是过亮的区域，过暗的区域呢也是不可以的。右键单击小方块可以选择删除色板或者删除所有色板。点击右上角这个小三角，可以展开2个矩形区域，其中左侧大的矩形区域呢控制色相和饱和度，这个黑点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原色调所在的位置，白圈所在的区域呢就是修改后的色调所在的位置。在这个矩形框内呢，左右拖拽是改变色相，上下拖拽呢是改变饱和度。同样的，在右侧的这个矩方框内，黑色是代表原有色调的明度，那么白圈呢就代表修改后的明度，它只有上下一个维度。在这个大的矩形框内呢，如果想只修改色相的话，那么就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那么就可以限制它只在水平方向移动。如果想只调整饱和度的话，那么就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它就会限制只做上下的移动。小矩形框内呢只有一个维度，所以就没必要限制了。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可以更慢的速度做微调。大矩形框内也是一样的。在矩形框内呢，任意处双击鼠标，它就会恢复为默认的色调。小矩形框内也是。我原以为呢，在照片取色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按住移动鼠标来调节色相、饱和度或者明度，但其实并没有这个功能，希望以后可以加上吧。像以前在 SSL 里边，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上下移动鼠标直接调整色相、饱和度或者是明度，这种调整方式还是很方便的。下面这个范围的滑块就是控制调色的影响范围，这个就是点颜色和 HSL 一个很大的不同。HSL 的影响范围呢可以说是不可控的，是固定的，而点颜色的这个呢是可以设置的，就可控多了。我们把这个色相做一些改变。在我们滑动滑块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上部矩形框彩色的部分呢就是会受影响的范围，而灰色的部分呢就是不受影响的范围。在我拖动的过程中呢，大家观察照片也可以看到受影响范围的变化。我们点击右侧的小三角，在展开的界面中呢，可以分别就色相、饱和度和明度来设置影响范围。以色相为例，拖拽下部的这个三角手柄可以控制色相的下限，对应的呢这边可以控制色相的上限。矩形框内的黑点呢就是原色调所在的位置，它是不动的。拖拽矩形框改变影响的色相范围，黑点是无法移出这个矩形框的，因为选取的原色的色相一定要在影响的范围之内。拖拽矩形框的边缘可以改变影响的范围的宽窄，矩形框的边缘到下限之间是一个羽化的范围。在色相条内双击鼠标，它就会恢复为默认的范围。下面的饱和度条和明度条操作逻辑是一样的。最下面勾选可视化范围，我们可以看到只保留受影响的区域为彩色，不受影响的区域为黑白，我们就可以更直观的来观察看到受影响的范围。好，基本的操作就已经讲完了，而下面才是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和 HSL 比到底点颜色有什么不同。我们以这张简单的渐变图来说明，大家会更好理解。我们先切换到 HSL 中，我们点击这里，通过在图片上滑动鼠标来改变色相，可以看到蓝色和紫色的滑块都跟着滑动了，其中蓝色的滑块呢滑得更快一些，说明点击的范围呢蓝色占比更多。而这个色相改变影响的区域你是控制不了，它是固定的，它是依照所有滑块归零时你所点击的那一点的色调以此为基础来运算生成的。所以我们将色相拖到最右侧，这部分的区域呢已经完全变成粉红色了，或者说是洋红色。我们再在这个区域点击鼠标拖拽，
它影响的依然是蓝色和紫色的滑块，和刚才一样，而不是洋红色或者是红色的那个滑块。说明通过 HSL 做摄像饱和度或者明度的修改，它的影响范围在一开始就是固定的，是根据所在的滑块归零时的色调为基础的，它不会随着你对摄像或饱和度或明度的修改而改变。但是呢，它也会受到其他调色工具的影校，比如说色温、色调、校准等。我们先把这个数字归零。以色温色调为例，我们在画面的右侧做摄像的改变，可以看到它受影响的依然是蓝色和紫色的滑块。好，归零。在基本里，我们做一个极端的色温和色调的调整。此时画面中这个位置变成绿色了。我们再在同样的位置做色调的调整，可以发现受到影响的是绿色和黄色的滑块。这就说明归零位置的色调会受到其他工具的影响。我们来恢复一下，这个位置呢原来是深蓝色，我们使用 HSL 对它摄像进行调整，打到最右侧，调成一个洋红色，然后我们切到点颜色，取色器，我们在这里取色，可以看到我们取到的就是洋红色，而不是深蓝色，也就是它不以 HSL 归零时的色调为基础，当前显示什么颜色就取什么颜色。我们将这个摄像呢向右偏移，然后我们再取色，创建一个色板。可以看到这时候取到的颜色已经是前一个色板偏移后的色调了。我们再做色调偏移，此时呢画面中的这部分呢已经接近红色了。这就是点颜色除了范围可控之外，与 HSL 相比的另一个区别。它的取色是基于当下显示的颜色，它可以基于 HSL 修改后的色调，也可以基于前一个点颜色色板修改后的颜色。这时我们再取色，创建一个色板，做摄像偏移。我们可以看到下边原生的红色也同样的因为这次的摄像偏移而受到了影响，所以它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根据当下显示的颜色，它不考虑哪个是原本的色调，哪个是修改后的色调，只要和点选的颜色相近，在下面设定的这个影响范围之内，就会受到调整的影响。这时我们切回到 HSL， 还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洋红色是从蓝色摄像偏移而得来的吗？我们把这个蓝色和紫色的摄像做一个恢复，可以看到上面的颜色调整效果基本就没有了，因为点颜色里我们做接力摄像调整的基础，洋红色没有了，而下面的这个影响还在，因为它原生的就是红色，受最后一个色板的摄像调整影响。我们切回点颜色，我们取色所建立的3个色板都还在，但因为第一个洋红色在图片上没有了，所以上半部分就完全不在点颜色的影响范围之内了。通过以上的操作，大家对 HSL 和点颜色的逻辑应该有所了解了。HSL 和点颜色的修改是可以叠加的，互相不互斥，但建议大家如果要同时修改 HSL 和点颜色的话，那就先修改 HSL， 确保不变了再进点颜色修改，否则如果你改完点颜色再回去修改 HSL， 很有可能导致点颜色的修改无效或影响的区域发生变化。也可以理解为点颜色要调整的就是某一个特定的色调范围，如果 HSL 某些区域脱离了这个范围，那么它就不受点颜色的修改影响，而如果另一些区域掉入了这个影响范围，它就会受到点颜色的修改影响。但实际上我们修图的时候呢，并不是以颜色为出发点，而是以特定的区域为出发点。比如说我们修改肤色，如果点颜色中做了一系列的操作，把修改限定在了某一个区域内，比如说脸上，然后又在 HSL 中做了操作之后，那有可能这个限定区域就会发生变化，那应该还是挺头疼的。这里还有个 bug， 我点不同的色板之后呢，大家可以注意观察，在右侧控制明度的这个区域，它的背景色没有变，它实际上根据不同的色板应该做相应的切换的。比如说我们取一个蓝色，你看这个时候它就还仍然保持红色。这个 bug 加上刚才没有翻译的那部分，现在Lightroom 的测试真是吃干饭的。下面基于点颜色的修改逻辑，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应用。有些时候呢，人物的面部肤色呢可能会有一些泛红的部分，可能是肤色不均，也有可能是晒伤等等。而这张照片呢，明显都不是。我知道这个叫晒伤妆，但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例子了。
就以这个为例吧，用点颜色呢选取面部泛红的部分，然后开启可视化范围，缩小影响区域，只包含红色的部分，去掉正常肤色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关闭可视化范围，调整色相和饱和度，让它接近于正常的肤色。这样呢，这个泛红的部分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觉得肤色太白呢，我们可以再次点选正常的肤色，再创建一个模板。这时候呢，再做调整，整张脸就会一起被调整。我这张图呢是从网上找的小尺寸的 GPT， 可调整的空间不大，色彩都已经出现断层了。我也知道，其实带着晒伤妆可能更好看一些，但这主要是演示，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类似的，如果有照片局部的色调不均，就可以按这个方式来统一，而且统一之后呢，还可以做第二次的调整。而且这还没有完，点颜色还有一个 HSL 做不到的点，那就是它可以配合蒙版使用。HSL 只能做全局的修改。经常发生改变一个区域，整张图片的相关颜色都跟着跑偏了。修改肤色的时候呢，照片中黄橙色的区域也都会跟着一起变。我一直期待呢，蒙版里可以设置 HSL， 没等到。不过呢，蒙版里可以设置点颜色，那和设置 HSL 基本是一样的，甚至会更好。还以刚才的图片为例，很明显的纯色呢和晒伤妆的颜色比较接近，跟着一起变了。我们先做一下恢复，然后点击蒙版。用笔刷也可以，用镜像渐变也可以，但我们用上一个版本的新功能，自动的选择人脸，然后选择嘴唇，这样可以更准确的建立一个蒙版。因为实际上我们不是要选嘴唇，而是选其他部分嘛，所以我们选择反向，然后选择点颜色，重复一遍刚才的操作。这样呢，我们就在保护纯色的情况下，将面部的红色移除了。我就是举个例子，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呢给出自己的应用场景。以上就是新增的点颜色的新功能了。以上就是 Lightroom 13主要的新增功能了。其他的像比如说性能优化没有感觉到，预设的筛选其实我感觉也没什么用，所以就不再讲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还希望你能转发、评论、点赞、收藏，这会对我很大的帮助。谢谢大家。